気もできますので、ランニングフォームもできるんで、もしフォームとかチェックしてもらって、自分でどっかに筋肉とか足りない部分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をアドバイスできるんで、もしぜひ11月1日以降で、多分近いと思いますので、来ていただくとお店の中でいろいろアドバイスできますので、ぜひ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小伙伴们看 Step， 小伙伴们看，11月1日开幕，Step Sports 在，我看看在哪儿啊？哦，在那边，过了 Business Park， 在大阪的京桥站。有一个 special 的 offer， 1万日元以上有9折。哇哦，是他三金家贵也还拍了广告，看没？大家来日本玩的去看一看，去看一看。Hello。Thank you so much. You're from Kenya? I'm from Kenya. Kenya. Can you tell me your marathon personal best? My personal best is 2 hours 12 minutes. 2 hours 20 minutes. 12 minutes. Yeah. Oh, Thank you very much. What about you? 2 hours 38. 30 minutes. 38. From which From China, Beijing. From China. China, Beijing. Okay. Oh, s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Oh. From Kenya. Same Kenya. This one from Kenya. No, this one from this Kenya. one from my wife. Oh, nice. Thank you. 这一小会儿又被蚊子支配了。看6点，我们慢慢跑。进入赛季，好多小伙伴都来问自己成绩能不能达到目标，预估怎么样。然后我呢就看了看我的成绩，看了看我那段时间就3小时左右的成绩，我都贴屏幕上，上面有哪年哪月。2019年的11月，纽约马拉松3小时02那个时候的成绩我贴上，之后正式破3是2020年的11月无锡马拉松，在那年的无锡是11月，那附近的成绩我也都贴在屏幕上。差不多到这个水平，3小时就稳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没记错，纽约的时候我差不多5公里，至少那个月没有跑进20，但是我印象中那个时候5公里我跑进20了，但是很勉强，就是19分多。然后10公里呢，那个时候好像是跑不进40，因为我记得从新加坡回来，就是纽约马拉松之后，我在奥森有一个叫欢乐跑中国，好像是10公里的比赛，全力以赴跑了40分10几，好像是，就觉得已经很快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成绩差不多3小时02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好像是1小时27，就比赛成绩。大家看图上那个是那一个月我所有训练总结下来的成绩。所以我总跟小伙伴们说，就是如果5公里进不到19分，然后10公里不能就稳妥一点说，不能进到39分，半马不能进到1小时26，最好是1小时25。其实想破3挺难的，因为我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跑步5年了，我的积累应该是够的，都不行。可是你们看我无锡的时候5公里已经，那个月除了无锡马拉松没有其他比赛，我就日常训练，有的时候跑快一点跑出来的，5公里18分多，10公里38分多，对吧？那个时候的半马差不多1小时21，比赛的成绩。那时候北京老有那个公园半马，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去那么远的公园，那时候就是朝阳公园、奥森。那时候奥森我都嫌远，所以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对应关系。
有时候解答这种问题，我有时候会心里觉得给人家泼冷水了。但是马拉松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积累一分收获。您现在没到那成绩，不是说您不耕耘不努力，而是还没到时候，真的。然后另外就有小伙伴问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个决定先练5公里，把5公里练进多少再说。我是觉得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果您不是特年轻，比方您不是22、23岁，甚至是小朋友的话，我觉得真心没必要。因为通过这个成绩，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其实5公里的成绩，甚至10公里的成绩，和马拉松来比，不是太有参考价值，尤其是5公里，因为5公里太短了。有小伙伴说，我这个月工作特忙，我停跑了，但是呢，我居然5公里 PB 了。因为5公里其实不需要什么有氧、什么耐力，你有基础就可以冲下来。但是你一到10公里，你看为什么有的人5公里可以跑，假设可以跑20，到10公里就只能跑43、44了。到半马的时候可能只能跑1小时33、1小时35了，它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有小伙伴说，我的乳酸阈值现在是多少，我的成绩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这样判断啊，就是你的乳酸阈值越慢，你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最终的平均配速就比你的乳酸阈值要慢的更多。比方说，你要是乳酸阈值是3分15，那你可能马拉松能跑3分多少？能跑3分30，这拍脑袋说啊。但是如果你的乳酸阈值是5分，那你的马拉松可能只能跑5分40，甚至是6分，就这么回事儿。它因为是一个能力的决定，它不是绝对的那种对应关系。然后又有小伙伴说，那看这些成绩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考啊？我今天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其实马拉松破3这事儿啊，如果您的积累差不多了，你就这样看，1公里的间歇能不能跑进3分45，差不多5组以上的间歇吧，能不能都进3分45？还有就是15公里能不能跑进1个小时？如果您的积累够，也有长距离，也有跑量，因为问我问题的小伙伴说的是月跑量有300公里，然后跑了快1年，现在水平是什么？我就跟他这么讲说，如果你能300公里，就能吃下这个距离1个月，能坚持1年多甚至2年，你就具备了破3的叫什么耐力基础。那剩下的就是看阈值看速度。那怎么看呢？我觉得5公里10公里有点短，就看首先1公里的间歇能跑进345，然后15公里呢能够不太勉强的跑进1个小时，然后你平常有30公里的长距离训练，问题就不太大了。剩下的就是后边你有可能掉速，那后边掉速这个事儿就是单纯的积累肌肉耐力，就是掉速和抽筋儿这个事情吧，虽然和营养补充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你肌肉的在这个速度这个压力下的耐力不够了造成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你多积累多跑，让你的肌肉能够适应这个压力，你就定下来了。没了，就跟大家分享分享。我觉得我这些数据都是特别真实的，特别真实的，大家看看好吗？哎，小伙伴们，10月14号星期二，
今天就是磨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就故意的跑得特别慢，平均配速5分36，跑了将近2个小时。当然有几分钟是那个在大阪城那儿碰见朋友们停下来了，我没停扁。不过就是这么磨，我现在下定决心要这么磨一磨，因为最快今天也可能是明天，麦盛的那个体测视频就上线了，到时候会上2部，先上那部就是整体的讲体测和当时学到的新知识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最大摄氧量整个测试的过程，我一针不剪，一刀不剪给大家放出来，好不好？我总跟大家说，包括去年在高驰测，这在麦盛测，都说我的有氧能力不行，就磨吧。这么磨下来，其实真的是挺磨人的，将近2个小时跑一个21公里，1小时58分07，刨去停的那几分钟，可能是1小时55分左右，真的是挺磨人的。平均心率130，就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呀。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成绩，进入赛季了，很快，可能19号、26号、11月2号、11月10几号、11月16号，是11月30号，这些都有比赛，大家就差不多可以对号入座。就我差不多这些年的进步和成长，就我觉得可以代表一个很普通的跑者走过的路。好吧，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